如果2024年你错过了 NVIDIA， 来不及上车。2025年这一个镜片好好看。哎呀，除了 NVIDIA GPU 之外，其实还有一个 AI 领域很重要的一个趋势，叫做 ASIC。这支影片将会告诉大家 ASIC 到底是什么，是否有像 NVIDIA 一样王者，值得我们2025年赶快上车。继续看下去 ，ASIC 是什么？与 GPU 有何不同？我们知道，因为 AI 引领了 GPU 的风潮，对，那 GPU 又被 NVIDIA 引领了一波风潮，所以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分析，就是大家对于资料中心啊、AI 的设置啊、需求非常大，对，一直起飞，然后 NVIDIA 在里面就已经是王者，供不应求之外还很贵，有钱都不一定买得到，有钱不一定买得到。但是对于要采购 NVIDIA 晶片的人，大家也开始有危机意识。哎呀，这样下去不行，所有的生存都掌握在老黄手里。老黄手里，所以呢，现在大家也开始在想另外一个叫做 ASIC 比较客制化的晶片。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？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。简单来说，它就是一个特制化的机体电路，执行单一任务的 IC。对，它只做一件事，它只做一件事情。但为什么会有这个需求呢？因为其实现在都知道，就是 AI 或是资料中心的设置非常耗能，对运算的要求也很高。所以如果你知道，其实你要执行的任务是很具体的，就可以直接用 ASIC 去处理那个任务，比较有效率的做法。如果你只要让它挖矿只挖矿，它就只挖矿就好，你不用让它会放那个 Netflix 不用多功能。之前也有跟分享 ARM 的那一集的时候，也有说现在资料中心就是也开始拆解一些不同的任务，其实就是往这个方向去迈进。我们直接来讲一下 ASIC 它的优缺点。优点先讲，刚刚有讲嘛，就是特定任务，所以很容易理解。第一，它的运算效率更好；第二呢，耗能表现更好，因为它不用就是待机做别的事情。最重要的便宜。所以当你任务很明确的时候，你如果用 ASIC 整个成本可以控制的比较好。那现在大家知道 AI 就是非常烧钱的一件事情，对，所以如果能够有方法可以便宜点、有效率，那一定会是一个蛮好的选择。哎呦，这么好，too good to be true。对啊，一定有些缺点。来，我们来缺点。好，第一，因为客制化，所以前期开发成本高，就是那个 NRE， 不是一般小公司有办法可以去做到的事情，或者是说你的运用太小，对，就是北核啊，对，它需要大量的导入。所以现在目前比较大的，像是云端供应商啊等，他们对于 GPU 很强需求的这些公司，他们用量很大的，就有机会会有 ASIC 的需求。其实它跟 GPU 它们是可以互相取代，也就是当 GPU 有一些处理的某些特定任务是可以被直接划分出来的时候，其实就可以用 ASIC 取代，或者是的东西，对，或者是像比如说几个云端大厂，他们也都开始在开发特制化的晶片的时候，其实就会取代或者减少对 GPU 的依赖。ASIC 大概只占了整个 AI chip 的10% 左右，90% 还是 GPU。但是另外一个角度看，其实是有蛮大的想象空间、成长潜力。对，成长潜力的。那这个成长潜力其实也反映在股价上面。哎呦，在里面最大的2间公司，一间我们之前有分享过的 Marvell， 原本要分析它，但是加一扣一的比较少。对，大家不回，就不做了，先不分享，先不分享，因为它在 ASIC 里面大概占13到15%。那另外一间 Broadcom 它占了55到60%。2024年也涨一大波，涨一大波。所以大家看一下股价，就是在 Marvell 涨79、80%，Broadcom 涨了107%，直接翻倍了，直接翻倍了。好，那所以今天这支影片我们来顺便看一下，到底 Broadcom 具体强在哪里？哎呦，为什么 market share 这么高？然后在这个领域增长的时候，它可不可以继续增长？然后第二呢，它值不值得2025年当成一个好的投资标的？谁是 Broadcom？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图，2024年的营收大概是516亿美金。来一个概念 ，NVIDIA 是1130亿美金，所以半个 NVIDIA。但如果我们拿联发科，台湾最强的 IC 设计公司大概是164亿美金，所以大概4个联发科，集合了高价值晶片，跟同时软体业务的一家公司。然后在专利上面也是非常多，超过2万个专利。它的等于营收的分布，它主要一半是来自于半导体的这一块，另外一块就是在软体。对，现在占比其实也蛮多，对，30-40啊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讲晶片之前，我们先讲一下软体。Broadcom 的软体业务啊，其实包含了虚拟化、企业软体，还有像网络安全软体。那如果看下面的表，它很多业务都是靠并购而来的，买公司买进来的。尤其是看到从2018年以后，比较著名的3家 CA、赛门铁克跟 VMware。都是软体公司，然后主要假设是企业软体，然后还有虚拟化相关，就会是 VMware 跟 CA。对，然后像网络安全，赛门铁克也非常知名。企业软体的转换成本其实非常高，对你一旦用了，你要很难换都是要花很多时间的，人力成本啊，整个系统啊、内部 SOP 等等，所以其实转换成本高，相对来讲它就有很强的竞争优势。所以软体业务为什么占它那么大一块，其实就是这个原因。第二块刚刚有看到最主要业务还是在半导体，超过50%，包含了4大块。第一个呢是企业网络跟宽频。
接取通讯相关的建设。然后第二块呢是资料中心的储存应用，然后第三个呢是智慧型手机、智慧型装置上面的无线通讯晶片，所以这一块也占很大。然后其中最著名的客户当然就是小苹果，然后再来最后一个是工业自动化，工业上的运用，对，工业上的运用，然后包含了无人车，也都算是这个领域里面。我刚刚有看到，其实有一些无线通讯嘛，所以我们就来讲一下，其实它的其中一个大客户就是 Apple，所以它有其中一项技术叫做薄膜体声波谐振器 FBA 啊，这项技术念都念不出来，我们念都念不出来，念不出来。好，这项技术专门就用在 Apple 的 iPhone 上面。OK，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高阶的晶片，滤波器，专门是因应在5G 的时代，因为5G 其实比4G、3G 更高频嘛，哎呦，所以你需要接受高频。你就有办法能够过滤掉一些杂音、宇宙能量，同时间它又可以让手机的电池寿命延长。然后这个其实是 Broadcom 40年的功力累积，所以它因为这样跟苹果有一个很稳固的合作关系。一只 iPhone 它的物料成本总成本大概假设$400，里面20块都给到 Broadcom， 占5%，对，占5%。所以这就是特制化的晶片它的重要性，以及它相对来讲不可取代性。Broadcom 它的领导地位到底怎么来的？有2个点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刚刚有说，其实它有很大一个业务是企业通讯晶片。那他们在企业通讯晶片呢，其实就是主要它自己的护城河。主导地位的原因就是它投入了大量的研发资源，投入的研发成本，每一个单一新的晶片基本上都在5000万到1亿美元之间。2024年93亿美金，超多，非常专注在研发新的晶片的。Coach 是认为它其实在企业啊、云端交换、路由啊、企业通讯等，它都还是会有很强的竞争力。然后第二个呢，是刚刚有提到，就是大规模，尤其超大规模的云的供应商，为了减少对 GPU 啊或 NVIDIA 的依赖，对，其实也会开始需要做客制化的人工晶片。那客制化人工晶片，因为 Broadcom 在这边的技术优势，就成为一个很好的伙伴。Broadcom 这个数十年的发展，然后累积包含跟客户的关系之后呢，其实包含像 Google 啊，像刚刚有说就是 Apple 啊，然后 Meta 啊、Cisco 都是跟 Broadcom 一起合作，去开发各自的客制化晶片。Broadcom 到底值不值得投资？我们先讲领域好了，所以在 AI 基本上现在还是在浪潮嘛，因为 AI 还是一个风口，对，还是在成长的。ASIC 其实占整体 AI chip 其实就是 10%，它要继续增长的空间还是蛮高的，是。所以在这整个领域当中，ASIC 的确是一个可以值得关注的领域。下一个问题就是，那 Broadcom 在里面的领导者值不值得考虑，就是不是一个好的投资标的？对，因为好的公司不一定是好的投资标的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财报表现。我们就直接进入这个表格。这个表格如果有关注我们的优秀的投资粉丝们，应该都非常熟悉了。我们每多加一个公司就多放一些。是之前的节目。好，那我们就看一下先进来的 Broadcom。我们前面当然从 NVIDIA 开始，然后跟大家分享 Palantir， 然后再更上游啊。所以在 Market Cap 大家可以看到，其实它是蛮巨的。它其实是跟台积电啊、NVIDIA 这些是同一个级别1/3的 NVIDIA， 对，1/3的 NVIDIA， 所以超过1兆，对，所以超过1兆的一个市值很高，10倍的ARM，对，10倍的ARM。然后第二个呢是从营收成长的力度来说，其实蛮厉害的，所以也是一个给他一个赞，44%。再来呢是 PS， 就是它的市销率是蛮不错的，价格跟它的营收比，对，所以其实现在是在20亿左右，往后看像 ARM 啊、Palantir 相对来讲都会比较高。对，那 P ratio 呢，基本上NVIDIA 目前看起来竟然是最便宜的，对，在 AI 这个世界，因为是成长嘛，所以基本上 P 都非常高。但这个是有那个未调整的啊，对，未调整。看起来的话，目前是177，当然 Coach 有算一个调整版本，应该会是低于36左右。所以这个那样子看起来比 NVIDIA 还要便宜很多的。再往下呢，看它的 operating margin， 就是它赚钱能力，应该这几家里面它算是比较低一点点，但是因为它的体量其实很大，而且蛮合理，它做硬体，对，它做硬体多嘛，所以其他有些是授权啊，有些是做企业软体，然后企业 consulting， 所以相对来讲当然就会有落差。所以呢，现在它的价格。就是我们拍摄的时候，价格是229。哎呦，终于，对，这整期节目就等这里，229。前面有看到，其实这整个 ASIC 其实是蛮好的领域，然后 Broadcom 其实在里面有相当强的竞争优势，以及现在市占率也是最高。对，所以如果你非常优秀的投资朋友已经有了，之前已经买了，对，那其实是长期持有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Coach 直接说 OK 了，就放着吧。但如果你2025年有考虑想要买进的，Coach 建议200以下可能会更有吸引力。哎呦，给大家参考一下，因为毕竟现在价格是超过200，现在229，对，所以这一块大家就自己评估一下风险。当然还是要自己做研究，对，自己做功课，然后自己做自己投资的判断。希望大家喜欢这期影片，希望大家对于 Broadcom 会有多一点不同的认识，以及 ASIC。
真的，这个趋势大家可以多多关注。祝大家在开年就投资顺利。对，然后2025年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关注的公司，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，跟我们分享，我们就会敲碗扣一敲完扣一次，然后就做一期跟大家分享。好啦，那我们这支影片都到这边啦，那下期影片见，拜拜。拜。